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乐活岁月，我是林国明。今天要讲的这件事，关乎每一个在美国打拼的华人家庭，特别是我们60岁以上的父辈、母辈，或者正在帮父母规划养老的子女们，请大家现在就放下手里的事情，认认真真听我说。因为最近一段时间，美国移民局的绿卡吊销案例明显增多，其中大部分都是60岁以上的华人长辈。这些案例里没有一个是犯了重罪的，全都是踩了那些看似不起眼，老乡圈里还流传的经验之谈的坑。我们都知道，拿到美国绿卡，对很多人来说是万里长征终于到了目的地，以为从此就能高枕无忧，享受这边的空气、医疗和福利，或者开启中美两边跑的逍遥日子。但是我必须给所有人敲响一记警钟，特别是在2026年这个即将到来的时间节点，风向已经彻底变了。美国移民局和海关执法部门 IC 的数据库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升级，现在已经能实时联动中美多家银行、航空公司、社保机构的数据，执法力度也在悄然收紧。很多在过去10几年里，大家习以为常，觉得大家都这么干，所以没事的操作，现在已经变成了足以炸毁你整个移民身份的地雷。这不是危言耸听，就在最近，我的一个粉丝朋友的父亲，一位持有绿卡多年的老先生，在肯尼迪机场入境时，被直接带进了小黑屋，盘问了整整4个小时。最后虽然人放出来了，但绿卡被暂时扣留，面临后续的法庭听证。原因仅仅是他无意中触犯了我今天要讲的7个致命坑中的一个，常年中美候鸟式居住，美国这边没有任何生活痕迹。更可怕的是，像这样因居住意图存疑被扣留绿卡的案例，现在越来越常见，比以前多了很多。这7个坑，对于60岁以上的长辈来说，简直就是量身定做的陷阱，因为他们往往披着节约、方便或者老乡经验的外衣。如果你不想让自己辛苦半辈子拿到的身份，一夜之间化为乌有，不想面临被驱逐出境、老无所依的凄凉下场，那么今天的内容你务必反复观看，并且转发给你身边所有的绿卡持有者。这是一份真正的保命指南，接下来的每一句话都可能关系到你和家人的晚年安稳。我们直接来看第一个坑，这也是华人圈子里中毒最深、误解最大的一个概念，我把它称为跑卡族的居住假象。很多长辈，包括很多子女，都错误地认为，美国绿卡只要自己没干坏事，只要每半年或者每年回美国打一次卡，哪怕只是入境待个1、2周，就能证明自己还想要这个身份，移民局就拿自己没办法。甚至坊间还有所谓的6个月定律，说只要离开美国不超过6个月，海关就不能拦我。我告诉大家，这种观念在现在的执法环境下，不仅仅是过时，简直就是自杀。大家必须搞清楚一个底层逻辑，绿卡的英文是 Permanent Resident Card， 也就是永久居民卡。这张卡的核心要求是居住，而且是把美国作为你永久的、主要的家。海关官员在审核你的时候，他们脑子里判断的标准只有一个，这个人到底是不是真的生活在美国，还是说他只是把美国当成了一个度假村、一个养老院，或者是为了以后看病方便留的一条后路。对于我们60岁以上的长辈来说，这里最容易出问题。很多长辈的根还在国内，国内有老房子，有老邻居，有退休金，甚至还要回去照顾更高龄的父母。所以典型的模式是，每年在中国住很久，在美国住很短一段时间，或者严格卡着期限飞过来，住几天再飞回去。在过去，海关系统没那么智能，可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但现在不一样了。CBP 官员可以通过多种信息系统查询旅客的旅行历史和相关记录。海关官员只要扫描你的绿卡，就能瞬间拉出你过去多年的出入境轨迹图、航班预订记录，甚至是你在中美两地的手机漫游记录和消费记录。例如，曾有案例显示，一位长期离境的绿卡持有者因无法证明在美国的生活痕迹，而在入境时遇到麻烦。这位持有者每年都是固定时间来美国，住没多久就回国。某次入境时，海关直接调出了他过去多年的记录，发现他在美国的总居住时间非常短，而且每次入境都是暂住亲友家，没有自己的居住地址，也没有任何水电煤气账单、医疗记录。海关官员询问其在美国的生活痕迹时，
该持有者无法给出有效证明，最后绿卡被暂扣，要求在规定时间内提交在美国永久居住的证明材料，否则就启动吊销程序。可能有人会说，我在美国买了房，这还不能证明吗？还真不一定。之前 IC 就公布过一个判例，一位华人长辈在美国有房产，但常年空置，物业费都是国内转账支付，自己很少来住，最后被认定为放弃居住意图。因为移民局要看的不是你有没有房产，而是你有没有生活的痕迹。什么叫生活的痕迹？不是你有没有买房，而是你有没有水电煤气账单，有没有加入当地的老年中心，有没有固定的家庭医生看诊记录，你的宠物是不是在美国，你有没有参加教会或者社区活动的记录，甚至你平时买菜的超市积分卡记录、药店的购药记录，都比你那张冷冰冰的绿卡更有说服力。我见过太多惨痛的案例，长辈被问到你在美国住哪里，回答是住儿子家，再问你平时干什么，回答帮儿子带孩子。这听起来很合理，但在法律上，这不足以证明你把这里当家，这只能证明你是来探亲的。如果你在国内还有房产，还领着高额的退休金，且没有在美国报税或者申报海外资产，海关就会认定你的生活重心依然在中国。一旦他们认定你跑卡，只是为了维持身份而非真实居住，他们就有权当场吊销你的入境资格，甚至让你签署一份自愿放弃绿卡的声明。很多长辈不懂英文，在经过长途飞行的疲惫和海关官员的问询压力下，稀里糊涂签了字，那就真的是回天乏术了。很多因居住意图存疑被吊销绿卡的案例，都是候鸟式跑卡的情况，其中大部分是60岁以上的长辈。所以这第一个坑千万别抱着侥幸心理去踩，所谓的打卡式居住，在现在的大数据面前就是掩耳盗铃。紧接着第2个坑是很多聪明反被聪明误的人最容易掉进去的，那就是过度依赖回美证，却切断了和美国的生活纽带。有些朋友会说，既然跑卡不行，那我就按规定申请回美证，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白皮书，这样我不就可以合法在中国待2年了吗？没错，回美证确实是用来保护那些需要长期离境的人，避免他们因为超过1年不回美国而自动失去绿卡。但是请大家听好了，回美证不是免死金牌，更不是暂停键。很多长辈拿到回美证后，觉得这2年稳了，于是把美国的房子退租了，银行账户里的钱转走了，电话卡停机了，甚至连驾照过期了也不管，整个人就像从美国社会蒸发了一样，彻底回国享受生活。等到2年期满或者快到的时候，再大摇大摆的回来。这时候问题就来了，虽然回美证能解释你为什么人不在美国，但它不能解释你为什么切断了和美国的所有联系。移民法官在审视这类案件时，会有一个核心拷问，在你离开的这段时间里，你是否还保留了随时回到美国生活的意愿和能力？如果你在美国连个收信地址都没有，或者只有一个挂靠在律师楼的空壳地址，如果你这2年1分钱税都没报，如果你所有的资产都转移到了海外，那么海关完全有理由怀疑你申请回美证，不是为了暂时处理海外事务，而是为了拖延时间。实际上你已经放弃了美国作为你的永久居所。曾有此类案例，一位持有绿卡多年的长辈申请了回美证后，就退租了美国的住所，注销了银行账户，更换了国内手机卡，长期回国养老。等回美证快到期回国时，被海关拦下。虽然他有回美证，但海关查不到他这期间在美国的任何生活痕迹，甚至连报税记录都没有。海关官员明确告知，其回美证允许你离境，但不允许你放弃美国的居住身份。最后，该长辈的回美证被认定失效，绿卡被暂扣，需要通过移民法庭听证会来证明自己的居住意图。前后折腾了很久，花费不少律师费才暂时保住身份。特别是对于60岁以上的族群，身体状况是一个很大的考量因素。如果你在回美证有效期内，在国内做了大手术，长期住院，并且把国内的医保用到了极致，而美国这边的医保却断供了，这在海关看来，就是你更依赖中国医疗体系的铁证。在 IC 的一个判例中，一位长辈在回美证有效期内，在国内住了很久的院，所有费用都走了国内医保，美国的医保因为没缴费已经失效。
最后移民法官认定他已经放弃了美国的居住意图，因为他的健康保障完全依赖中国，不符合永久居民的核心要求。所以，即使你手握回美证，你也必须维持在美国的存在感。你的银行账户要有流水，哪怕只是付每个月的维护费。你的报税记录不能断，哪怕是零申报。你的驾照要及时更新，甚至你应该保留一个真实的美国居住地址，让水电账单上依然有你的名字。你要给移民局营造出一种我只是暂时出差，我的家一直都在那儿等我的状态。千万不要把回美证当成是可以彻底断联的护身符，这个误区真的害惨了不少人。现在因持有回美证但切断生活联系被拒入境的案例越来越多，这个情况大家一定要记在心里。接下来第三个坑，这是一个深水区，也是最容易引起争议和后悔的地方，那就是滥用福利导致的公共负担危机。但对于我们华人长辈来说，核心风险其实一直没变，那就是不要占你不该占的便宜。我们华人传统讲究勤俭持家，到了美国，听说有免费的福利，比如白卡、免费的老年公寓、每个月几百块的粮食券，很多长辈就觉得不拿白不拿，甚至有些无良的中介为了赚那点申请手续费，忽悠根本不符合条件的老人去申请，还教唆老人隐瞒国内的退休金收入，把自己包装成次贫阶层，这真的是在玩火。首先你要明白，你在申请绿卡的时候，无论是你子女担保你，还是其他方式，通常都签署过一份叫 I-864 的经济担保书。这份担保书是有法律效力的合同，你的担保人承诺了在你有能力工作或者成为公民之前，如果你转而成为美国政府的负担，保证你不成为美国政府的负担。如果你转头就去申请了那些联邦贫困救济项目，比如现金补助，或者是长期依赖政府拨款的疗养院服务，美国政府是有权利回头找你的担保人，也就是你的子女，秋后算账的。我也知道，有些福利是绿卡持有者有权享受的，比如紧急医疗救助，比如某些州用自己州财政拨款的项目，但是这里面的界限非常模糊，对于不懂英文、不懂法律条文的长辈来说，很难分得清哪些是联邦的现金福利，哪些是合规的补贴。我的建议是，除非你是真的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，否则千万不要为了省那点买菜钱或者看病钱去触碰这些福利红线。特别是那些刚拿绿卡没几年的长辈，你们的考察期还没过，这时候贪小便宜，代价可能是你整个晚年的安稳。根据多位移民律师的经验，刚拿绿卡没多久就申请联邦福利的人，被认定为公共负担的概率很高，大家一定要引以为戒。第四个坑，很多长辈完全没有意识到严重性，那就是税务居民身份的错误申报。这个问题非常隐蔽，但一旦爆发就是毁灭性的。大家要记住一个概念，从你拿到绿卡的那一刻起，无论你人是在美国还是中国，无论你的钱是在美国赚的还是在中国赚的，你在税务身份上就是美国税务居民，你需要向美国国税局 IRS 申报你的全球收入。很多长辈在国内有一辈子的积蓄，有房产买卖的收益，有理财产品的分红，他们很担心，一旦告诉美国政府，是不是就要交一大笔税？于是在找人报税的时候，或者自己瞎填表的时候，为了避税，或者是听信了不懂行的朋友的建议，在税表上勾选了非居民，也就是 non-resident 的选项，或者干脆隐瞒海外账户，不申报海外金融资产。这是一个巨大的逻辑漏洞，也是移民局抓人的把柄，因为只有外国人才不是美国的税务居民。当你在税表上白纸黑字的声明自己是非居民，以便享受外国人的免税政策时，在移民法上，这就被解读为你自己主动放弃了绿卡身份。你自己都说你是外国人了，移民局为什么还要给你保留永久居民的资格呢？这是一个无法自圆其说的死结。此前IRS 和 ICE 曾联合开展过针对华人税务身份的核查行动，在多个华人聚居区查处了不少绿卡持有者申报非居民的案例。曾有一位持有绿卡多年的长辈，每年都勾选非居民报税，还隐瞒了国内的多个银行账户。最后 IRS 要求其补缴多年的税款和滞纳金，移民局也启动了吊销绿卡的程序，理由是主动放弃永久居民身份，
该长辈最后花费不少律师费才勉强保住身份，但很长一段时间内不能申请入籍，还留下了税务欺诈的记录。而且现在美国有海外账户税收合规法案，也就是大名鼎鼎的 FATCA 条款，全球追税的能力越来越强。根据相关税务实践，全球已有多个国家和地区加入了 FATCA 体系，包括中国内地和香港。如果你在国内的银行账户余额较高，银行有义务将相关信息交换给美国。一旦国税局和移民局的资料比对后，发现你一边拿着绿卡享受权利，一边在税务上装外国人逃避义务，还隐瞒巨额资产，这不仅仅是补税、罚款那么简单，甚至可能构成税务欺诈和签证欺诈，面临刑事处罚。对于60岁以上的长辈，如果你想保住绿卡，就必须诚实申报全球收入。美国税法其实有很多抵扣政策，你在中国交过的税通常是可以抵扣美国税款的。诚实申报往往并不意味着要交双重税，比如你国内的退休金在国内交了税，在美国申报时就可以用这部分税款抵扣美国的税款。很多时候最后需要补交的税款并不多，但性质就完全变了。根据多位税务专业人士的经验，诚实申报海外收入的绿卡持有者，最终需要补缴税款的比例并不高，而且平均补缴金额也不多，但隐瞒申报被查处的平均罚款金额很高，还可能失去绿卡，真的得不偿失。第5个坑是关于行为规范与轻微犯罪的认知偏差。这个坑特别冤，因为很多长辈根本不知道自己犯法了。在我们华人的文化环境里，有些事情可能只是不拘小节，但在美国法律里，这就是犯罪。最典型的就是超市购物，人老了，记性不好，有时候去超市推着车子，手里拿个东西忘了放进篮子，或者把未付款的商品放在了自己的环保袋里，出门的时候被保安拦住了。在国内，这可能就是补个钱或者被批评2句，但在美国，这叫商店盗窃。一旦警察来了，录了口供，打了指模，这就留下了案底。在移民法中，盗窃属于涉及道德败坏的犯罪。虽然一次轻微的偷窃金额不多，可能不会直接导致绿卡被吊销，但它会成为你入籍的拦路虎。如果你出境旅游再回来，海关看到这个记录，有权拒绝你入境。还有就是家庭纠纷，中国人讲究家丑不可外扬，但在美国，邻居就是你的监督员。夫妻之间吵架声音过大，或者管教晚辈时出现轻微肢体接触，被邻居听到报了警。美国警察处理家庭暴力会非常严格，哪怕只是轻微推搡或言语威胁，只要留下家暴记录，在移民法上就是绝对的重罪，几乎都会导致绿卡被吊销并驱逐出境。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是酒驾，有些长辈觉得喝少量啤酒开车没事，或在国内有这种习惯。在美国，虽然单次酒驾通常不属于道德败坏罪，但如果有多次记录或酒驾造成人员受伤，移民局会以对公共安全构成威胁或习惯性醉酒为由，启动遣返程序。根据加州公路巡逻队的相关记录，60岁以上华人酒驾被捕案例呈上升趋势，其中不少人因多次酒驾被移民局启动遣返程序。所以，各位长辈在美国生活，一定要收敛起在国内的一些随意习惯，学会控制情绪，严格遵守规则。出门购物最好列个清单，付款时仔细核对。和家人有矛盾尽量好好沟通，避免大声争吵。喝酒之后绝对不要开车，哪怕只是喝了一点点，不要让一时的疏忽毁了晚年。这里要提醒一下子女们，平时要多给父母普及美国的法律常识。很多长辈不是故意犯法，而是真的不懂。作为子女，我们有责任帮他们避开这些坑。第6个坑是一个行政手续上的死角，叫做住址更新的疏忽，导致缺席判决。这个听起来很不起眼，不就是改个地址吗？但这恰恰是很多悲剧的源头。美国法律规定，所有的非公民，包括绿卡持有者，只要搬了家，必须在10天内填写 AR11表格通知移民局。很多长辈跟着子女搬家，或者从纽约搬到洛杉矶，根本没想过这茬事儿。平时没事还好，一旦移民局有事找你，比如你的绿卡需要更新信息，或者你的某个陈年旧案需要补充材料，他们只会往你系统里留的那个旧地址寄信。如果你没收到这封信，错过了移民局规定的回复期限，
或者错过了出庭的日期，后果是什么？后果是法官会因为你缺席而直接做出对你不利的判决，甚至直接下达驱逐令。你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你的身份就已经失效了。等到某天你出境再回来，或者申请其他福利的时候，才发现自己已经背上了驱逐令。那时候再想去申诉翻案，你需要证明你为什么没收到信。而我忘了改地址绝对不是一个合法的理由，因为改地址是你的法定义务。最后，这第7个坑是绝对的核弹级禁区，一旦踩中神仙难救，那就是误用公民权利，特别是违规投票，这是美国政治的红线，也是移民法的死线。在美国，只有美国公民才有选举权，但是在美国办理驾照或者是申请某些政府服务的时候，工作人员往往会例行公事地问一句，你要不要登记选民？或者表格上有一个小小的方框，问你是否要注册投票。很多长辈因为听不懂英语，或者是为了省事儿，看别人都勾了，自己也稀里糊涂勾了 yes。或者有些热心的竞选拉票人员，为了凑人头，忽悠根本不懂政治的老人去填表投票。说了这么多，可能有些长辈会觉得心里堵得慌，觉得这美国绿卡怎么拿着这么烫手呢？其实我讲这7个坑不是为了制造焦虑，而是为了让大家看清2026年这个新时代的生存规则。美国依然是一个欢迎移民的国家，但它欢迎的是守法、诚实、真正愿意在这里生活的居民。这7个坑：跑卡族的居住误区、回美证的盲目依赖、公共福利的滥用、税务身份的欺诈、生活行为的违规、住址更新的疏忽，以及公民权利的误用，每一条都是前人用血泪换来的教训。对于我们60岁以上的长辈来说，来到一个语言不通、法律陌生的新国度本身就不容易，我们更不能因为信息的闭塞或者是思维的惯性，让自己陷入被动。拿到绿卡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，守住绿卡，合规生活，那才是一辈子的修行。我希望每一位看到这里的子女，都能把这些内容耐心地讲给父母听，每一位长辈都能把这些规则记在心里，不要怕麻烦，报税找专业的人，搬家记得填表，不懂的文件不要乱签。如果今天的内容让你有哪怕一点点的收获，帮你避开哪怕一个小小的陷阱，我觉得我做这期内容就值了。请把这个视频转发到你的家庭群、老乡群，让更多的华人家庭看到，让我们在海外的生活少一份风险，多一份安心。如果您还有什么关于绿卡居住或者移民生活的问题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最后，恳请大家点击屏幕下方的订阅按钮，再点亮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我后续发布的每一期移民避坑指南，你都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。多一个靠谱的信息渠道，就多一份保障。这里是你最值得信赖的海外生活指南，关注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